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腹肌 SRP60N 的操作。打开腹肌外盖后，我们看到的状态就是腹肌所包含的配件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每个配件的名称。腹肌里面有10张花卡，腹肌的花卡与主肌花卡不同，上面有 R 的字样。这个是编出板，编出板有2块，一块长一块短。每块编出板上带有1根编出板钢丝。精密编织杆，这条编织杆使用时安装在主肌的沉降针部位。这是腹肌重锤。大重锤有5个，小重锤有2个。2个腹肌桌前，这是 P 机头。这是安装辅助件，有左右区分。这是悬挂梳。推针板，接下来介绍一下塑料袋里面的小配件的名称。这是边挂钩。这是驱动凸轮，两头针，两头针用来将主腹肌线圈交换时使用。3根备用针，这是钩针，螺丝刀，劈压板。当我们在编织毛巾圈的时候，要将劈压板安装在 P 机头上使用。毛巾圈以外的编织不需要用到劈压板。
这是天砂导线缩嘴。连接板，这是线口，线口可以拆卸。将螺丝拧松即可拿下线口。当我们安装天砂缩嘴的时候，按照这个方法就可以来安装。平常在进行编织的时候，就用这个线孔。这是旋转手柄。这是机头。以上就是副机配件。接下来介绍将副机安装到主机上的方法。首先准备副机要用的2个桌前。松开副机的桌前，螺母插到后面的插板，并拧紧螺母。按照相同的方法，在另一面也安装上副机的桌前。然后将副机的桌前固定在桌子上。并拧紧螺丝。拧紧螺丝后，确定主机是否已经固定在桌子上。接下来安装辅助件。先松开螺丝，将安装辅助件安装在主机的2端部分。此时螺丝无需拧太紧。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在右边安装辅助件。接下来取出副机的机体部分，拿开发泡，副机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将副机从盒子里取出。拆
开下腹肌两边的发泡，将腹肌架在发泡上面。然后准备好旋转手柄，将旋转手柄插到手柄座里面。插旋转手柄的时候，要确认手柄是否插到底。然后将腹肌正面朝上。这是半针距杆。出厂设置半针距杆在 H10的位置。接下来我们旋转手柄，将数字旋转到5的位置。设置好之后，我们用2只手托起腹肌，将腹肌安装在主机上。这是 L 桌前，安装的时候，我们要将 L 桌前插入辅助键的槽里面。这时我们要确认这块部件与前缘辅助键的间隙。主腹肌安装的时候，这部分应该是没有间隙的。如果出现间隙，请及时调整主腹肌的间隙。然后用螺丝刀拧紧螺丝。两边的螺丝都需要拧紧固定。然后拿出2个桌前，然后用主机的桌前插到 L 桌前，并固定在桌子上。然后撑起凸轮，强固主机的固定角度。有蓝色圆圈的是毛巾圈编织杆。有红色圆圈的是降杆。安装的时候，标有蓝色圆圈的杆应该是朝上。这样主腹肌就安装好了。首先，我们介绍一下降杆的功能。
降杆上面标有红色的圆圈。按动降杆可以将副机移动下来。如果下降降杆一次的时候，主机与副机之间的距离是2到3厘米。这时候可以用于判断织物的长短，或者修整脱针等其他操作的时候，可以将降杆下降到这个位置。再按一下就能再下降一次。第二次下降后，主副机之间的距离是 5.5 厘米左右。这个时候就是，即便我们主副机在配合的情况下，如果只需要主机时，我们将降杆下降到这个位置，可以单独使用。如果我们要将降杆恢复到正常位置时，只要将2手托住副机往上推就可以了。接下来介绍一下毛巾圈编织杆的功能。毛巾圈编织杆在编织毛巾圈编织的时候使用。毛巾圈杆的标记在两侧蓝色的圆圈。如果将毛巾圈编织杆往下按，主副机将离开1厘米左右。我们要恢复主副机位置的时候，只要将毛巾圈编织杆上抬即可。接下来介绍一下半针距杆以及移动手柄的功能。移动半针距杆可以改变副机机针与主机机针的相对位置。半针距杆处在 P 的位置的时候，主副机上的机针相撞。半针距杆处于 H 位置的时候，主副机上的机针交叉。接下来介绍一下移动手柄。
左右移动手柄，即可左右移动腹肌的针床。我们再看一下 pH 刻度的时候需要注意 ，P 的刻度是上面一串数字 ，H 的刻度是下面一串数字。平常我们将这个移动手柄设置在 H5 的位置。在这个位置，主腹肌上的肌针正好是相错开的。当主腹肌上的肌针在 C 位和 D 位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移动手柄。因为此时的肌针是交叉状态，不能移动手柄。如果误操作会损坏肌针。接下来介绍一下如何安装腹肌的连接板，在主机的机头上。此时，将主机的凸轮杆放在平针编织的位置。如果主机的凸轮在 L 或者 F 的位置，无法安装连接板。因此，我们在安装腹肌连接板的时候，要将凸轮放在平针0的位置，并拧紧连接板左右两边的螺母。接下来安装腹肌机头。安装腹肌机头时，要将腹肌机头从右侧沿着导轨棒进行安装。腹肌机头有个定位销，在安装的时候要避开机头定位销，以免碰撞。然后将腹肌机头固定在腹肌连接板上。这是连接销。将连接销插到连接板的孔里面。如果要拆下腹肌机头，就只要将连接板这个白色的凸轮向右拨就能打开。接下来介绍张线架线棒的安装方法。只在腹肌操作的时候，线棒上的弧度要朝外。但是主腹肌配合的时候，要将弧度朝内。
将线架插在线棒内。固定导线架。接下来介绍一下机针在每个位置的时候状态。在针床左右两边都有 ABCD 的字样。机针在 A 位时不工作。B 位的时候，机针工作，处于工作状态。在平针编织的时候，机针在 C 位。当机头拉过 C 位机针时，机针将回到 B 位。当机针在 D 位的时候，副机机头螺塞耳杆处于 I 的位置。机针仍然保持在 D 位不工作。当两边的螺丝杆处在 I 位、D 位的机针编织，并且机针从 D 位编织到 B 位。接下来介绍一下密度盘。数字越大，边目越大，密度越大。也就是密度盘，用来调整机针尺寸大小。数字越大，机针的尺寸越大。这两个是置位杆。接下来介绍一下置位杆的使用方法。置位杆有0和1两个位置，用来控制 B 位的机针是编织还是不编织。当置位杆处于1的位置的时候 ，B 位的机针编织。当置位杆处于0位的时候 ，B 位的机针不编织。这是挑起杆，当挑起杆处于 U 型标记的时候，机针不编织，只是线挂在机针上。当置位杆处于1的时候，机头移动的时候不编织。接下来再介绍一下挑起杆的使用方法。当置位杆处于0的位置时，挑起杆处于箭头方向时，机针不编织，只是放在针钩上。当挑起杆处于 U 型标志的时候 ，B 位的机针编织，
当置位杆处于1的时候，调起杆无论在哪个位置，B位的机针都工作。接下来介绍一下自动置位杆和驱动凸轮的使用方法。自动置位杆代替置位杆，控制 B 位的支针，并且每隔一行自动的选择编织或者非编织。驱动凸轮放在这个部件的卡槽里。我们操作一下自动置位杆。每拉一次就会从1变换到0。当处于0位的时候不编织。回到1了，1是编织的位置。通过自动置位杆来控制 B 位的机针是编织还是不编织。如果不使用自动置位杆，要拿掉驱动凸轮。此时要将自动置位杆放到1的位置。接下来介绍一下驱动杆。驱动杆是使用4色换线器的时候使用。将驱动杆朝上，放下时轻轻抬起驱动杆，然后从水平方向放置即可。不使用4色换线器的时候，一定要将驱动杆放在水平的位置。介绍一下精密编织条的使用方法。当我们用细线或者用花卡编织极圈螺纹时，可以使用精密编织条。编织条放在主机沉降针内侧。放进去以后，我们可以用手指按压一下，确定放置好了。